这是一部很少有人能看懂的循环烧脑电影。如果你试着把自己带入到这部电影中，你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不适，因为这就是我们不断恶性循环的人生。其实这部电影类似于尼采的永恒轮回，它会用残忍的方式让你认清现实，只有放下曾经的痛苦，才能涅槃重生。搞笑的是，导演早就看穿了我的底裤，他很清楚我不会做出任何改变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电影的寓意，我会重新编排电影剧情讲解。故事发生在这对小偷兄弟身上。这天，哥哥刚回家就发现情况不对，弟弟似乎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他。他的神情表现得非常慌张，并且嘴中不断说着对不起哥哥。还没等哥哥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家里突然又闯进了一位不速之客。来者声称自己是当地警方，原来是弟弟把犯罪行为全都招了。然而哥哥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他趁警察放松警惕时偷袭了对方。一旁的弟弟见状也上前补了几棍，这下两人又犯下了袭警的罪名。兄弟俩赶紧拔腿就跑，逃跑途中哥哥一路不停地训斥弟弟，他简直不敢相信亲兄弟会出卖自己。很快反应过来的警察也追了上来，他大声呵斥两人站在原地别动。然而这招根本就不管用，眼看兄弟两人即将逃走，警察开枪击中了哥哥的腿部。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位警察似乎第一次经历开枪射击，听着底下楼道传来的哀吼声，他不知为何居然扔掉了手中的枪，然后一脸蒙圈地看着手掌发呆。突然，楼层上方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，来历不明的爆炸吓了几人一跳。可中枪的哥哥却顾不上这些，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血管，如果不及时止血送往医院治疗，恐怕等待他的不是监狱，而是地狱。赶过来的警察控制住了弟弟，到了警局自然会有人替他治疗。然而刚才的爆炸声远远没有那么简单。等三人走到1楼时，这才发现这栋大楼的出口竟然没有门把手，无论警察怎样尝试都打不开铁门。更加诡异的是，他们明明所在的位置是1楼，但底下的楼层赫然写着9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是工人贴错了楼层标签？不信邪的三人接着往楼层下方走去，却发现这楼梯就好像源源不断一样，而且下方不仅看不到楼层底部，几人发现楼层上方也看不到尽头。警察瞬间就意识到了情况不对，他赶紧从9楼一直往下跑，可等待他的依然还是9楼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显然已经无法用科学来解释。目睹这一切的几人以为是出现了幻觉，紧接着警察开始又朝着楼上跑去，兄弟两人只好待在原地等待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两人便听到楼下传来了声响，果不其然，警察爬到楼顶后又回到了原点，他们被困在了一个无限循环的空间。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，警察掏出钥匙从楼梯口丢了下去，三人就这样惶恐地在原地等着。果然没过几秒，钥匙就从上方掉了下来。警察见状瞬间情绪失控，他质问兄弟两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他们也搞不清楚现状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怎么活下去。好在1楼拐角有个售货机，里面的食物和水可以暂时解决温饱。就这样，三人被困了整整1个晚上。等到了第2天，中枪的哥哥已经失血过多导致死亡。然而这还不算最绝望的，警察突然发现售货机居然自动刷新了，他们昨天吃完的食物又重新冒了出来，也就是说这里除了他们3人，其余物品会像游戏一样刷新重置。电影在这时转向了另外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再婚重组的4人家庭，继父为了融入家庭打算带他们旅游，此时他还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带着家人驶向了永恒之路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一处加油站，继父趁着车子加油的功夫，他给小女儿推荐了一瓶水果饮料，可他根本就不知道小女儿对柠檬过敏，这一行为立马就引发了女儿哮喘。妻子见状也懒得多费口舌，他让继父赶紧拿出事先准备的药物，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继父居然一时手滑摔坏了呼吸器。不靠谱的继父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，一家人只好折返回家取药。然而就在返回途中，车外突然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，这和警察他们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。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无论他们往前开多久，这条公路就好像没有尽头一样，甚至就连周围的景色都不会变化。妻子怀疑是他开错了方向，开始不断的责骂不靠谱的继父，可继父声称自己在这条路开了20年，根本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突然看到了刚才的那个加油站，夫妻2人赶紧跑进去求助，可这时的加油站早就空无一人，工作人员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继父很快便察觉到了异常，他之前上班经常路过这里，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加油站，他是怎么凭空出现在这里的？眼看女儿的哮喘愈发严重，继父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开。然而还没开出去多久，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公路站牌。更加诡异的是，时间明明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钟，可外边的天气依然是大白天，一家人就跟鬼打墙了一样来回打转。接近癫狂的继父迫切想要找到出口，他让家人待在原地，千万别乱跑。
自己则去公路的两侧寻找出路。此时小女儿已经没了心跳，母亲本就怀疑是继父开错了方向，她打算自己驾驶汽车寻找出口。然而不管谁来开车，结局都不会改变，这条公路就好像永远开不到尽头。很快母亲的精神也出现了问题，她想从这场噩梦中清醒过来。眼看继父和母亲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儿子丹尼尔只好抱走妹妹的尸体，他要独自一人寻找这条公路的出口。时间不知过了多久，从公路侧边探索的继父赶了回来，他告诉丹尼尔，公路两边也是死循环，他们彻底被困在了这条公路。让我们把视角回到警察这边，这里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5年之久。只见楼梯内堆积满了各种排泄物，当初的警察已经变成老头模样，他靠着售货机的泡面狗活了下来。由于年老体衰外加缺乏锻炼，老年警察甚至连走路都成了问题。而反观弟弟这边则情况不同，他完美利用了食品刷新机制，弟弟用无数矿泉水瓶搭建了浴室，每天都会在这里规律的洗澡。哥哥书包里的指甲刀也被他完美利用，这些金属可以拼凑成一副简单的镜子。虽然自己已经步入中年，但他仍旧没有忘记每天清理身体。这35年，他和警察达成了和解，除了每天通过楼梯锻炼身体之外，弟弟还会钻研哥哥留下的物理书籍。而公路那边的情况也是一样，这家人被困了整整35年之久。继父和妻子靠着加油站的食品活了下来，整日酗酒的继父已经变得逐渐呆傻，而母亲则更惨，她已经没了当年的青春容貌。两人算是彻底解放了动物的本性，每天除了喝酒就是不断的放纵自己。这种不堪的生活，继父也曾想要逃离，然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抵抗。由于妹妹的死亡让丹尼尔无法接受，他独自一人搬到了附近的山上。加油站不断刷新的物资让他搭建了帐篷。丹尼尔不像继父一样只吃垃圾食品，他会经常煮一些仙人掌来补充维生素，当然每天还要锻炼自己的肉体。好在当年出门时丹尼尔带了随身听，听音乐和爬山成了他唯一的乐趣。妹妹的死是他一生都过不去的坎。原来当年他的背包里还有一个呼吸器，只不过当年丹尼尔以为自己没有带药，这才间接导致妹妹没有及时得到救助。很快母亲因为年老体衰死去，他最终还是没能从噩梦中醒来。继父因为母亲的死深受打击，他预感到自己可能也活不了多久。果不其然，刚说完这话他就感到头痛欲裂。继父在临死之际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他告诉丹尼尔赶紧写下你的名字，只有这样才不会忘掉自己。原来早在35年前他就经历过循环空间。当年他10岁的时候参加过一次校园活动，船夫不小心把一旁的同学拉到了湖里，虽然船夫将那位同学及时救了上来，但很快他就因为伤口感染死亡。于是他和船夫在水上漂了整整35年，那片水域就跟现在一样找不到出口。船夫快死的时候才想起了一切，他也在35年前经历过循环空间。船夫警告继父千万别上一辆红色的车，不然下一个35年也会被困住。之前也有一个人告诉船夫千万别上船，很显然船夫和继父都没有记住警告，这就像一个无限循环的诅咒，两人被不同的空间困了整整70年。继父临死之际告诉丹尼尔，过几天公路上会出现一辆警车，到时候你千万别上去，不然这辈子都会被困在循环空间。继父给了丹尼尔一个红色本子，便领了盒饭。几天后，公路上果然出现了一辆警车。丹尼尔没有听取继父的警告，他不想待在这条公路上等死，这可能是自己唯一逃出去的机会。不知为何，上车后的丹尼尔突然失去了所有记忆，他按照本子上的指示剪掉了头发，等刮完胡子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也就是电影开头的那个警察。同时红色本子中还有那对小偷兄弟。失去记忆的丹尼尔以为自己是警察，于是便有了警察抓小偷的一幕。没有听取警告的丹尼尔又被困了35年，快要老死的他这才想起一切，原来自己根本就不是警察。他赶紧喊来同样被困在楼梯的弟弟。丹尼尔警告他一定要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只有这样才不会忘记自己是谁。还有过几天这里会出现一个电梯，到时候千万不要进去。丹尼尔还告诉弟弟这里全都是假象，他们就像机器一样给真实世界提供动力。人类想要活得快乐，不只需要肉体移动，情感上也需要移动，只要不进电梯就能改变无限循环。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？丹尼尔他们生活的世界就相当于精神世界，他们过得好，现实世界的人也会幸福；相反，他们堕落，现实世界的人也会堕落。现实世界只要发生意外，就会创造出循环空间，这些意外空间我们改变不了，就像现实中发生的痛苦和糟心事一样，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我们只能接受这些改变不了的糟心事。被困在循环空间的弟弟和少年丹尼尔，他们并没有抱怨环境和放弃生活，反而在这个痛苦中积极乐观。相反，继父和年长的丹尼尔不愿接受循环，也就是不愿意接受现实中无法改变的痛苦，甚至在意外空间中放弃了人生，最终活成了自己年轻时最讨厌的人。
我们继续回到电影本身。老年丹尼尔死后果然出现了电梯，弟弟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抗拒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听取丹尼尔的警告。一进电梯，他就丢失了全部的记忆。紧接着，他又根据指示换上了新身份，等待他的将是下一个新循环。果不其然，弟弟和一对新婚夫妻被困在了走廊，这个走廊会成为永远出不去的空间。最终，新郎会因为意外死去，而弟弟和新娘被困了整整35年。电影中的警车和电梯为什么一定不能进去？因为年轻人大多数并不在意环境，就像刚步入社会的我一样充满动力。然而，当经历过循环的人再次经历循环，他们的心态会慢慢发生转变，最终会活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。既然环境无法改变，那就在这个环境里认真生活，心态往宽了想。那些大人物不也被困在一个圆形球体里？